如果我现在用两把完全不同的尺去量在正在听节目的你面前的同一张桌子，只要这两把尺都没有坏掉，而且刻度非常精准，我们量出来的长度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对吧？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物理学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绝对诚实，一就是一，没有什么模糊地带。但我是说，如果你面前的那张桌子它本身正在呼吸呢？哈，桌子在呼吸？没错，67还是73，正在收听的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宇宙，其实对你说谎了。等一下，等一下，这听起来超扯的啦！桌子怎么会有心跳？宇宙也不会呼吸啊！你刚才突然丢出的这两个数字，67跟73，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这在聊某种哲学呢？不是科幻，我们在聊的是当今宇宙学最真实，也是最让科学家头痛的悬案。这里提到的67与73，其实就是当今宇宙学界最大的悬案，我们称之为哈勃张力。哈勃张力这个名词最近真的很常听到。对，简单来说，这个谜团围绕着宇宙膨胀速率的精确数值。既然今天在收听的你，平时就一直关注天文物理的最新发展，肯定对这两个数字背后的来源不陌生。就是早期跟晚期的测量嘛。没错，当我们把普朗克卫星观测到的早期宇宙数据，也就是那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放进标准模型里面去推算时，我们得到的预测值是67.4，也就是大概67。但问题就出在，当我们转过头来用本地宇宙的超新星当作标准烛光，直接去测量晚期宇宙的膨胀速率时，得到的数字却变成了73.6。这两个数字根本都不拢而且差距已经高达5个标准差以上了。5个标准差，在物理学上这已经不能用误差来解释了吧？完全不行。在现代天文学这种极度精密的测量仪器下，这个差距大到我们再也无法用仪器坏掉或是计算失误来自我安慰了。这也是为什么学界现在会这么焦虑。所以为了找出答案，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探索，资料是来自一份极具颠覆性的研究笔记，叫做《宇宙新几何》第3篇。这份研究真的非常有意思。说真的，这不是一集普通的科普解析，我们的任务是要彻底解码这个67还是73的谎言，看看是不是宇宙的时空本身偷偷觉醒，并参与了这场剧情的演出。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必须先放下过去对空间的成见。好，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把这份来源资料的逻辑消化完之后，我发现这整个哈勃张力的困境非常像是一个医生与病人的状况。哦，怎么说？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是那个病人，去医院检查心脏，医生用了2种截然不同的情境来量你的心率。第一种情境是在你深夜熟睡，处在最安静的状态时，医生悄悄用听诊器听你的心跳，这时候量出来的心率是67。对，这就完美对应了我们刚刚说的，透过普朗克卫星去窥探那个安静平稳的早期宇宙。这个比喻很精准，因为早期宇宙的扰动极小，物质分布相对均匀，那真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线性演化阶段。那第二种情境呢，就是你刚跑完一场激烈的马拉松，满身大汗，心脏狂跳的时候，医生看了看你手腕上的运动手环，上面显示的心率是73，也就是我们现在观测到的晚期宇宙，充满了星系跟星系团，非常活跃。没错，矛盾点就在于，如果这个医生脑子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人的心率必须永远是一个固定的常数，那他一定会抓狂。绝对会抓狂啊！他看着听诊器报告上的67，再看看运动手环上的73，他绝对会觉得这2个仪器肯定有一个在说谎。但其实这只是因为病人处在不同的状态嘛。这就是这份研究笔记最核心的视角。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如果我们不怪仪器，而是承认宇宙膨胀的规律本身，就会随着宇宙的年龄而产生几何上的演化呢？所以宇宙本身状态改变了。对，这份资料提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的架构，叫做 PTQ 框架。PTQ 框架，这里面的 Q 指的好像是4元数，对吧？没错，4元素。这在过去依赖实数或复数来建构时空度规的标准模型里，是非常罕见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时空的底层其实充满了我们看不见的复杂齿轮吗？可以这么理解，在 PTQ 框架下，宇宙底层的几何描述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4元素的引入意味着时空在底层拥有丰富的内部相位，或者说是几何色彩。这听起来有点太抽象了。这种底层充满4元素的几何结构，要怎么跟我们日常观测到的数字连接起来？别担心，这正是这个理论优雅的地方。资料中提到了一个守门员机制，也就是 PT 对称投影算符，符号写作 πpt。投影算符？对。
无论底层的几何结构多么复杂，所有牵涉到实际物理观测的量，都必须经过这个投影算符的处理。哦，我懂了，这就像是一个很复杂的3D 几何雕塑，虽然本身充满了各种死角跟内部结构，但当它被特定光线照射，经过这个算符投影之后，在墙上投射出来的影子，却是我们熟悉且能轻易看懂的2D 图像。非常好的比喻，投影之后的结果，保证了我们手上的天文仪器读到的数字，永远都会是稳定且符合现实物理意义的实数。所以经过这个投影之后，这份研究随即抛出了一个极具威力的灵魂公式，对吧？没错，这个方程式具体描绘了宇宙几何的参与度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化的。它是这样写的 ：epsilon（t） 等于2乘上 tanh， 也就是双曲正切函数。双曲正切函数。然后括号里面是 gamma 乘上 ln， 也就是自然对数。对数里面是 t 除以 TPL， 也就是普朗克时间。哇哦，这听起来很硬核。我们来帮大家稍微拆解一下。等号左边的 epsilon t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讨论的核心，也就是时空本身参与宇宙膨胀的参与度，对吗？完全正确。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几何节奏的作用幅度。那等号右边呢？那个 t 除以普朗克时间取自然对数是什么意思？普朗克时间是一切时间的起点，是宇宙时钟最基础的刻度。取对数代表宇宙演化是以对数的方式展开。而前面的 gamma 则是控制时空底层几何觉醒速度的关键参数。觉醒速度这个词用的真好。其实看着这个公式里的 tanh 函数，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了这份资料里提到的一个绝妙比喻，就是涡轮增压器。哦，涡轮增压器。对啊，如果你熟悉 tanh 这个数学函数的特性，就知道它的曲线会从接近0的地方平滑的往上爬，最终会饱和在一个极限值。因为方程式前面乘了2，所以它的极限就是2。这种数学特性完美对应了宇宙膨胀历史的动态演化。没错，在宇宙刚出生的婴儿期，也就是我们量到67的那个安静阶段，时间 t 相对较小，算出来的参与度 epsilon 非常接近于0。这时候的时空几何非常安分，完全符合我们传统的标准模型。所以这个阶段，宇宙就像是一台单纯的自然进气引擎，时空的涡轮根本还没开启，所以我们测到的是安静平稳的67。但随着时间不断增长，宇宙慢慢来到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晚期宇宙。这时候碳氏函数开始发威了，参与度逐渐攀升，趋近于饱和的2。这时候物理意义就产生了质变，几何通量开始释放能量，为膨胀提供了额外的推力。涡轮增加器正式介入了。同一台宇宙引擎，因为时空几何这个涡轮增加器的平滑启动，让晚期宇宙的膨胀变得更有力。这就直接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用超新星量到的数字会飙升到活跃的73。是的，透过这个涡轮增加器与数学方程式的结合，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出这份研究带来的典范转移。所以，这一切到底代表什么？这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来说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传统上，为了解决67与73的矛盾，科学家一直想发明一堆神秘的新粒子，或是早期暗能量来填补计算。就像是发现引擎转速都不拢，不去检查引擎，反而幻想有看不见的神秘燃料被偷偷加进油箱。没错，但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最接近真理的。PTQ 框架告诉我们，根本不需要新粒子，只要承认时空几何的参与度会随时间演化，矛盾就自然消失了。这代表我们一直把宇宙当作一个死气沉沉的舞台，认为只有舞台上的演员，像是星系啊、星球啊在动。但这份来源告诉你，舞台本身是活的，空间本身是有生命的。67跟73从来都不是矛盾，也不是谁在说谎。它们只是同一场动态演化中，在不同年代拍下了2张快照而已。完全正确。不过，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到底是一个优美的哲学故事，还是能被验证的科学？对，科学是讲求证据的，好的理论必须留下可验证的指纹。那我们要怎么验证这个宇宙涡轮增加器真的存在？如果这个几何节律器是真的，那我们不该只看一头一尾，我们必须在宇宙演化的中间地带寻找线索。中间地带是指什么时候？在天文学上，这对应的是红移值介于0.1到2之间的宇宙区间。我们必须在这个区间内看到膨胀行为是一条平滑的过渡曲线，而不是突然的跳跃。也就是说，它必须完美吻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tanh 双曲正切曲线。可是
要取得这个区间的精确数据，应该非常困难吧？确实是一大挑战，但来源提到未来的观测任务，像是 DSI 巡天任务和 Euclid 任务，正准备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DSI 和 Euclid， 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帮宇宙挂上了一台24小时连续心电图。24小时连续心电图，这个说法很贴切。对啊，过去我们只有宇宙婴儿期和现在的2次心跳记录，中间是一片空白。现在透过这些巡天任务，我们将获取横跨关键红移区间的大量结构资讯。一旦未来这些任务测量出来的曲线真的是平滑过渡的，那我们将亲眼见证时间本身的脉动。这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们来快速收束一下今天的这场深度探索。我们从一个看似让人崩溃的数字谎言，也就是67还是73出发，结果发现宇宙根本没有说谎。没错，透过拆解这份研究，我们发现这其实是宇宙心跳变化的证明。时空不是单纯的背景，它在呼吸，它带有自己的涡轮增压器，它的每一次心跳都在塑造我们现在的宇宙。这真的会让人对现实的本质产生全新的敬畏。传统上，我们以为宇宙的剧本是一开始就写死的，但其实舞台本身也在重写剧本。是的，如果宇宙的剧本不是静态的，而是时空这座舞台在主动参与并演化，那么请听众朋友们想象一下，在你我周遭，这个我们一直以为空无一物，只是用来装载万物的日常空间，此刻又正在以什么样我们尚未察觉的几何节奏，悄悄重塑着我们所认知的现实本质呢？